再三消息，Tesla Malaysia 推出了 Model 3 Standard Rear Wheel Drive， 现在只要从147千起，这非常关键啊，因为在之前 Tesla Model 3的这个入门价是从169千起，然后再上去180多，上去200多千到 Performance All Wheel Drive。那现在从147千起啊，它已经碰到了主流 C segment 舍单的价格，像奥迪 Civic 都在150千左右的这个价格。但是最炸裂的就是因为这个 Standard Rear Wheel Drive 呢147千，可是它没有动到电池跟续航里程，不是更小的电池，更短的续航力，同样是534公里 WLTP。Yep， 然后 Rear Wheel Drive 打马达 6.2 秒破百，极速201 km/h， 同样11 kW AC 跟175 kW 的 DC， 这个跟 Premium Rear Wheel Drive 是一样的东西 ，OK。但是因为它便宜了22000块嘛，所以肯定少掉了很多的 option， 少掉了很多的设备。那首先颜色的话呢，本来是有6个颜色选择，现在就删减到3个，黑、白、灰。然后轮圈是18寸的 Prisma 大，不是那个 Photon 的 rim， 所以那个不是 rim 啦，那个 rim cover 是不一样的。再来呢，座椅的话，你原本是给你这个黑色的皮革座椅，然后你可以多花5000块选择白色，现在不可以。这个147千的版本，它是一个 fabric 布料座椅的椅子，然后门边这边也没有 micro sweat 的这种绒面革材质，就是可是我的是皮革的，OK。那再来的话就是动到很多东西了，因为像我这一台是15个 speakers 加2个 subwoofer， 算了17个 speakers， 然后 Premium Rear Wheel Drive 的是9个 speakers， 这个147千的只有7个 speakers，OK。然后它没有 FM radio， 不过你还是可以去听 radio 的。我每天听加拿大的 radio， 听台湾，听香港的，因为 online 的嘛，谁还要那个东西，对不对？再来呢，后面也没有一个8寸的这个荧幕，就是后排的那个 screen， 那我觉得无伤大雅啦，因为我恨不得我的车没有这个东西，不然小孩子一直会去动它，对不对？所以没有掉后排的8寸荧幕，也变成你的冷气的那个东西不能用荧幕调整，就是 manual 调整的 air vent，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再来它没有掉 wrap around 的氛围灯，就是环抱式的氛围灯，也没有，就高级感降低吧 ，it's okay， 我觉得。再来它没有 ventilation seat 通风椅，其实我有时候会用，不过我最近越来越少用通风椅，因为我不喜欢它很吵，你懂吗？没有通风椅会不会影响你？I don't know， 但是它有 heated seat 啊，发热椅是有的，只有前排后排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最重大的改变就是，其实我原本也不知道它这个 system 啊，我这一台它是叫 Frequency Dependent Shock Absorber， 然后现在这个147千的就是叫 Passive Shock Absorber，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它的 comfort， 它的舒适性会降低，然后它悬挂会更加的硬，就它没有这么灵活嘛，所以不能够调整太多东西，所以这个可能会影响很多人觉得说，才差22000块，差22000块，我不懂那个22000块是大还是小啦，对于要买 Model 3的人来讲。再来的话 Glass Roof 保留，我原本以为它会像美国这样子盖掉啊，遮起来，没有 Glass Roof 没有碰，这个东西保留给你。然后再来 15.4 寸的荧幕它也保留，但是它不像 Model Y 这样子有那个16寸的荧幕，然后它的 headliner 这个我们叫 headliner 就 headliner 啦，它也是米色的，不像 Model Y 已经变成黑色的然后然后在同场加映 Tesla Malaysia 也推出了 Long Range Rear Wheel Drive 的 Model Y。 那 Model Y 很 tricky 是因为它原本只有Rear Wheel Drive 466公里 WLTP， 然后再上去就是240多千的 All Wheel Drive Long Range 有600公里 WLTP， 所以这个180多千跟这个240多千有一个很大的 gap， 不是180多了总之就是有一个 gap 啦。所以现在这个车子卖216千 Model Y Long Range Rear Wheel Drive 216千，给你661公里 WLTP 的续航力，比我这台车子还多。我买的时候是629 km WLTP， 一台这么大的 Model Y 661 km Rear Wheel Drive， 我觉得这个会吸引很多人去选择这个车子。然后因为这个它是属于2026的 model， 所以它一来就已经是那个大寸的16寸的 screen 跟黑色的 headliner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Tesla Malaysia 在2026年的头1个月就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首先它是第一个宣布不起价，自己吃掉这个进口税，吃掉 5% 再吃掉 10% 的这个税所以它没有起价。然后它没有起价还不用紧 OK， 市场已经够
吓到了，然后他又推出一个147,000入门版的 Model 3，进一步的把拥有 Tesla 的门槛压下去更低，更容易入手，更容易买，更能够去吸引消费者进场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1个月前或者3个礼拜前，还有人在网上讲 Tesla 要离开马来西亚，还有人讲 Tesla 准备要打爆了，讲得很像真的这样，讲到5亿你看讲到5亿这样，结果你看这样子了，而且他们还在 expanding 这个 supercharger， 超级快充站越来越多，把这个 another story 啦，因为不是他们不要开，是因为好了，可是很多审批没有下来，政府很多东西就是可能装一个充电桩，你以为要经过2个部门，可能要经过7、8、9个部门，所以只要有一个部门卡着，东西就不会假烂啦，所以是这样子啦，所以只是给大家快速的 update 一下，在2026年，从2026年1月起，只要147,000，你就可以拥有一台全新的 Tesla Model 3， 不是 pre-owned， 不是second hand， 新车 completely new 了，你给了1000块，上海的 Gigafactory 就会做一台属于你的车子，给你一个 VIN， 啪，你就可以拿到你的车子了 ，right？ 所以什么东西我们继续的在留言区讨论这个 Tesla Model 3， 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对这个车子是非常的熟悉了啦 ，OK，so yeah， 新年快乐 ，Let's go。Alright， 一过了 JPO 的这个赛500米就要转进去了，所以现在其实也是我第一次用这个 Tesla Scudery 的 Supercharger 啦。Basically 这边还是古来嘛，为什么叫 Scudery 呢？所以我还有 28%， 跟我刚才到阿罗嘎加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电量。刚才到那边29，现在到这边28，但是我从家里是52到马六甲那个电量，现在直走。我好像看到了，是的，我看到了，转左。这是一个很大的 RN2 来的 ，compared to 刚才那个3卡拉那个，哇，而且这个是 Version 4的 V4 的充电桩，我印象中我没有用过 V4 啦。这个才是充电桩嘛，马拉嘎那个不懂在做什么的。Reverse， 哇，7点的这个天空。好漂亮啊 ！OK， 我还有雾气在上面。OK， 马上30% 要充到80%，需要30分钟可以给我50% 的这个电量。所以现在这边也是162 kW。所以这个 location 当然就比较 make sense 一点啦。像那边有一间 Starbucks， 哎呀，他讲 temporarily close until 7月31号，我不懂它几时关的啦。Texas Chicken 有 Caltex， 有一个 BHP， 有一个 Shell， 可以讲是应有尽有啦。我相信一天24个小时，你不管什么时间来到这个 Scudery 的充电桩，都能够有很多东西做啦。你看对面还有一些瓦隆吃饭的地方。在我离开新山的时候，这个地方还不存在的。我2017年为2018年搬去 KL 的，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虽然我整晚没有睡觉了吧，因为我呼吸到这个蓝色光谱早晨的能量，所以还可以给我打鼾到中午啦。但是我中午拍完东西，我要直接回 KL 了，直接回那种。So， let's see。Alright， 差不多6点钟，我已经回到了 Tesla Cyberjaya， 所以我就来到这边用250 kW 的 DC 快充，所以这边的速度可以去到198 kW， 因为电池是非常的没有电，15。所以刚才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就是在 Scudery RN2 那边充到大概89还是90%， 然后我就去丹阿贝，我去波迪，来来回回在新山找东西吃。然后我就去拍摄工作，结束之后我回家拿了一点东西，大概应该3、4点吧，我就从新山再回来 KL， 所以这是同一天里面的事情啊。虽然一路上回来 KL 的时候，我有间中至少有5、6次机会可以去选择充电，但因为今天是星期天的大概4、5点的时间，我想要尽快的离开，尽快的过掉舍人班，不然你知道星期天晚上那一段路会塞到很严重啦。
那我就一咖喱从新山直接踩到来塞布加，其实我还有14%，还可以走多，我看50公里没有问题啦。因为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其实我用这50% 出门，也不是满电的嘛。如果100% 出门的话，我相信今天只要测试一次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所以呀，我其实觉得这一次的经验让我真的是对 Tesla Model 3的高速行驶的稳定性、续航保证力，我觉得这个是大开眼界的，真的。我跑到这样快啊，我不要讲多快了，我跑到这么快啊，它的 battery 都还可以打鼾，这个我非常非常 impress 啦。呀，我也不用充满，因为我多2天我要搬新家了，搬新家我就用自己的充电桩充电好了。OK，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影片，我继续带大家去旅程啦 ，Let's go。